Hello， 大家好，我是凯尔，欢迎来到凯尔的懒人阅读频道。这个平台是专门为一些不想花太多时间读完一本书的人而设计的。那今天呢，我们要分享的这本书叫做《姿态决定你是谁》。好，那首先呢，我来分享一下为什么我要讲这本书呢？是因为现在这个社会当中呢，到处都充满着权力斗争的一个环境。那如果说我们可以应用一些姿态来提升我们内在的一些力量跟自信的话，那并影响他人对你的看法，那让各位呢在生活中呢比较能够顺利的进行，那我想这个目的就达到了。那作者其实在这本书呢写了3个章节那章节的部分我列在这边大家可以参考一下。那第一章节呢，其实作者呢是希望透过最佳状态来表达说自我内心的一个自信其实作者在一开始就是有表示呢，最佳状态就是内心要放松。你如果说内心不够放松的话，其实是没有办法展现出最佳状态给别人看的那在很多事情的处理上呢，作者也说呢，其实非口语的力量是大于有声的力量所以你会在外面常常会看到说，其实不讲话的时候，其实会比讲话的时候还要来得有力道那作者在第一章节的后半部呢，其实讲了信任跟影响力那其实信任呢会引导出影响力。那你如果要让别人相信你的话，你的影响力就要够大这个是作者在第一章节后半部想要跟大家说的好，那第二章节呢，其实作者是想要告诉各位说，有权利跟无权利呢，其实都会让人有所改变打比方说比如说你在做某件事情的时候，如果说自我怀疑太多的话呢其实会对自我的内心会有一种强大的破坏性就是说你不管在做任何事情你如果怀疑太多或者想太多那其实无形中就会有一股很大的力量呢往你的内心里面，然后破坏你的内在的一些自信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那当然在很多事情上面呢，其实有权利跟无权利的人呢，其实往往呢其实是有蛮大的不同的那作者在这边也有说其实有权利的人，其实通常他都会比较积极一点，然后会比较正面一点那反观来讲无权利的人，相对他会比较态度会比较消极一点然后比较负面一点那做事情也会比较慢一点那当然在做任何事情呢，其实作者其实也有表示就是说他去做了很多实验，那发现说其实人在做某件事情的时候，你一开始如果说抱持着一个强烈的信念去做的话，其实最后往往结果呢都不会太差这个还蛮有趣的因为作者其实在这本书里面，他其实写了很多，那他也做了很多比对跟实验，那他发现呢，其实每个人呢，其实如果说都抱持着一个强烈的信念去做某件事情的话，其实结果都不会太差啦那作者在第二章节的后半部呢，其实用比较科学的一个角度来讲权利其实权利跟2个荷尔蒙有关系，第一个就是睾丸酮第二个是皮质醇睾丸酮的浓度如果越高的话，其实相对它的权利就越高。那皮质醇如果浓度越低的话呢，它相对在个性上面会比较冷静其实这个在生活上面其实是看得到的你比如说你在公司上班的时候，你的主管或是说老板，其实相对的他们在处理事情上面呢，相对的都比较冷静一点所以你也可以知道说就是因为皮质醇比较低这个是比较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好，那第3章节呢
其实是我想是大家会想要更关注的一个章节。作者其实在最后一个章节是想要告诉各位呢，要教你们如何摆出有权力的姿态。作者其实透过这本书，他做了很多实验，然后也做了很多统整，然后他也统整了一些高权力者会发生的一些动作跟行为。那比如说主动会打招呼啊，或者是说眼神交汇比较多，那甚至呢，就是姿态的比较端庄一点，甚至他的姿态比较扩张。那还有就是说，手臂动作可能也比较多，那包含了走路也是，走路可能会比较快，步伐比较大，然后还有说话速度可能会比较慢，就是这些以上这些动作呢，其实都是高权力者常常会显现出来的一个动作。那当然不会只有包含这些啦，其实还有脸部的表情啊，都会带动整个情绪。那包含了你的呼吸的方式跟你的呼吸的调节，都能够有效带给你一些有正面能量，然后并且让你可以更冷静的去处理更多事情。好，那其实，在第3章节的后半部呢，其实作者比较偏向是在讲目标啦。他说，其实很多人在设立目标的时候，其实一开始都把目标设立的太高了，太高了。所以说很多事情是你常常没有办法就是持续的做，然后做到一半就放弃，因为你目标定太高。所以作者在这边提倡了，其实不管你做什么事情，你们应该都要呢，从小的目标开始设定，然后慢慢的再往大的目标走。那当在执行这个动作、这个目标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作者也在这边也跟各位分享说，其实我们人呢，应该是要去着重在这个过程，在执行的这个过程，因为在执行的这个过程呢，其实是可以培养出强大的一些信念，让你去更坚定去做某件事。你不应该去专注在结果，所以其实作者在这边表示呢，其实目标在执行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去着重这个过程，然后让各位呢培养出更大的信念。那当然最后面呢，其实作者想跟各位讲的是说，不管你今天要做什么事情，或者是你要改变什么东西，其实你必须要去找到说你的真正内在的那一股动力，你的内心那一股动力，你这样子才有办法去执行这件事情，然后并且可以持续的去做，而且可以做得更长久，否则很容易就会放弃。好，那最后呢，我来分享一下我看完这本书的一个心得。其实看完这本书呢，我收获非常多，包含了他这本书教我如何怎么去调整姿态啦，那甚至说怎么去培养自信心，甚至如何培养的一些习惯，那甚至说一些心理方面的建设其实这本书都有讲到。那我这些东西其实都非常有用，是因为我其实是在越南工作的一个年轻人，那我的工作是跑业务。那其实我看完这本书，我会发现说，接下来我应该要如何去面对客户我应该要怎么去调整我的姿态，还有说我要怎么去调整我的自信甚至包含我的心理建设也好，我要怎么去面对下一个客户，那提供更好的姿态给对方看我想这个是我最大的收获。好，那其实这本书呢讲的东西非常的多，细节也非常多。那但是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再多说。那真的如果有时间的话，真的很推荐大家可以慢慢的品尝，慢慢的去细看这本书。他写了非常多的细节，然后也做了非常多的一些实验给大家我想这个是真的很推荐大家看的。
好，那最后呢，影片呢就是做影片非常辛苦，那真的是有你们的支持是我做影片下去的动力。好，那再请帮我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那我们下次见喽。